price without insurance. For E-MAS7 Prime is 105,800, and for E-MAS7 Premium is 190,800. Thank you. Terima kasih. Alright， 经过了非常多次的 Proton E-MAS7 Preview， 从它的 Camouflage 到它的 Interior 的 Preview， 然后再到它的 Driving Experience， 在Test Track 上面的试驾之后，我们今天终于能够跟大家分享这个 Proton E-MAS7 的庐山真面目。那注意啊，当 Proton 在宣布推出 E-MAS E.MAS 大写的时候，它其实用了一个新的 logo， 所以你可能觉得这个 logo 呢就是一个 Proton 的老虎头 logo， 但是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你就会知道这个其实是一个新的设计一个更加针对时下电动车品牌的更加简约风格去设计。所以当我一看到这一台 Proton E-MAS7 的时候呢，其实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哇，这个 logo非常的显眼，因为我上一次看到这个吉利银河 E5 的时候，它车头就是那个吉利的几何 logo。对马来西亚人来讲，那个 logo 是相当陌生的，因为什么来的？你知道什么汽车品牌我们也不熟悉。即便X50、X70、X90 已经在路上走很久，不过我们对于吉利这个 logo， 或者说严格来讲，那个是银河的 logo 是比较陌生的。那看到一个老虎头放在中间呢，就有一种非常熟悉的感觉，就是好像自己家的，然后自己家的朋友这样子的。然后设计上就是我会觉得它真的是非常的过于简单啦。我希望它可以在可能像 Smart #1 这样子有一点点缀，就是它太过 bland。然后大家知道电动车因为没有掉这个进气格栅水箱护罩这些东西，所以它设计都会一体化啦，不是一体化，总之就大家长得差不多一样，会。你知道吗？好像韩国的 K-pop 明星这样子，每个都长得一样，所以难免会有这个感觉。但至于这台车子，我觉得它倒还好。然后这台车子在 Malaysia Proton 提供给你5个颜色，那这个叫 Lithium White 我觉得是比较好看的一个颜色，因为你要是过后 Malaysia 电动车都必须要装上白色的车牌，不是黑色的车牌。所以白色的车在 Imagine 现在这个 plate 是黑色的，可是它过后要换上白色，有一条绿边的车牌，所以这个JBJ E-Plate 也会大大影响车子的整体外观等等啦。然后我们现在就去看一下它的车后的这个车尾的造型怎样。Let's go。那我觉得相较于车头Proton E-MAS7 的车尾造型跟 Galaxy E5 的差别就比较大，因为车尾的面积、车尾灯等等都更加明显的看到那个差异。那我刚才一进来这边推开门的时候，我第一个 first impression 就是它长得很像 Porsche Macan， 真的很像 Macan， 或者是最新的 Porsche Cayenne， 因为都是这样子的，贯穿式 LED 车尾灯，然后他们都不再用灯泡嘛，都是这种 LED 的饰条horizontal light bar， 然后中间是没有断的它是一条这样子过。再来有这个 E-MAS7 的 logo， 然后 E 是蓝色的，还有 PROTON 的 logo， 而后面就不是放车头那个老虎头的 logo， 所以整个车尾造型就会给你一种premium brand 豪华品牌的感觉。因为通常市场上都会有一个很明确的定位，中价位的车长什么样子，国产车长什么样子，然后豪华车长什么样子。那我觉得 Proton E-MAS7 呢，它在这个吉利银河吉利 Galaxy 的基础上，它创造出一个自己的设计语言。那我现在去前面按下它的这个 hazard light， 我们看一下它的灯光饰条是怎样的。hazard light 在这边。OK，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 signal 到底是一整条过流水式的还是灯泡式的？没有，它不是 sequential 的这个 signal， 它是这样子一闪一闪。把整体上这个车尾灯，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吸睛非常容易能够让大家注意到这个 Proton E-MAS7 的存在。然后它在 Malaysia 提供5个颜色嘛，像我讲的这个是 Lithium White， 然后它有银色、黑色，跟我对面这一台非常像 Porsche 的配色，还有一个黑色。那至于它的里面空间大小等等，我觉得都是一个，因为刚才 Proton 在它的这个 presentation 上面，他们就把它跟 Honda CR-V 放在一起，所以很难想象，对不对？你想到这个车子，很难会跟它 link 到 Honda CR-V， 但你实际看了它的行李箱空间，它的座椅空间跟一些隐藏式的储物空间，你就会知道，其实
它真的是一个 C segment 的电动车这样子。所以我们就看一下进去里面，看一下它的内饰座舱的感觉是怎样。隐藏式的车门手把，我们先来看一下 Proton E Mark 7的 Interior 室内设计。所以这台Proton E Mark 7就跟我之前看过的吉利银河 E5几乎是一样的东西，荧幕尺寸、speakers 的这个数量，还有电子仪表板都是一样的东西。当然，中国的就是纯中文，马来西亚的就会给你英文，然后整个界面等等都是有 Spotify、Apple CarPlay、Android 都我没有看到啦，在这边。这可能过后会有，然后它有自己的一个内建的地图，导航地图。其实它跟那个Smart #1的 system 很像啦，就是觉得还有进步空间啊，这东西不是最 perfect 啦 ，but forget about it。就是荧幕是15.4寸，然后它给你一个电子仪表板，可以给你看你的 TPMS、胎压监视仪器、时速表等等，就不会像 Tesla 这样子，你所有东西都要透过这边来看。所以你可以看这边，也可以看这边，还给你一个 HUD 抬头显示仪。再来的话，它这台高配的啦 Premium 的这个是有1000瓦、16个 speakers 的 Flyme Sound。对，它叫 Flyme Sound， 然后它有它两个推热凸上来也是非常的特别。通常推热都是隐藏在 pillar 里面或者在 door panel 这边。然后再来它里面的方向就是几乎没有任何按钮啦，这边只有4颗按钮，就是冷气开关、Auto 冷气内循环跟这个后面发热的，就是4个冷气这边。但是你说一般你要的冷气温度、空调等等都是要透过荧幕 ，right？我知道很多人会讲所有东西都碰到荧幕啦，荧幕坏掉怎样啦？你手机敲到你也是不能用你懂我讲吗？所以我个人不会 anti 这个东西啦，因为我是as a Tesla owner， 我用小鹏的时候我也不会 complain， 我用很多电动车都不会 complain， 因为对一个汽车品牌它要造车的时候对成本各方面等等，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它真的不是一个。它不是 rocket science 来的嘛，你用你习惯就可以了的。我觉得你一直讲它很难用，它就很难用哦。可是 once 你一 get used to it， 它就不成为问题。As long as 它是 shortcut key。shortcut key 就是讲，不管我现在在哪一个界面，我眼睛一看下去，我就能够看到风扇大小跟冷气的温度，而不需要我们担心的是你要一直 swipe 进去里面。至少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它还是比较user friendly 的啦。然后我现在发现到了，我现在试坐的这一台，它是没有玻璃车顶、没有玻璃天窗的，也就是说，它这个是 low spec 的车。But low spec being low spec， 我也感觉不到它有什么 low spec 啦，就是少掉那个玻璃车顶，然后 speaker 好像没有到16个 speaker 这么多，还是 Flyme Audio。然后即便它是一个 low spec 的 Proton E Mark 7，但是它同样有 Adaptive Cruise Control。对，通常电动车不会在这个地方减配啦。一些硬体方面会减，但是这些 software 不会有额外的成本啦，我觉得不会有啦。然后它的 display 它是一个 2.5K 的 HD， 我现在只是在找看一下它可不可以选择它的 language， 因为据我所知很多 Proton 车型它就不可以选择英文以外的语言。我看一下time zone language setting English， 目前是只有 English 而已。Voice control 也是一个声音。我 try 一下What would you like to do next? Open driver side window. Okay. Close window. Agreed. OK， 这个东西跟我们在已经 Proton 上面试驾到了，它还有一个转盘、一个旋钮这样子。那大致上我觉得这个内饰我是喜欢的啦。Compare to 它的 competitor market 上其他的对手，至少它是一个 standard 的东西，荧幕够快、够轻、够 sharp。坦白讲cancel， 它这个荧幕甚至比 Smart #1的荧幕还要好，它的这个 bezel 比较薄，真的。Smart 卖多少钱？它卖多少钱？所以我觉得它更大的问题是，它会让你有一种感觉，为什么我还要买180千的 EV？ 为什么我还要买200千的 EV？ 如果120千可以拿到这样子的设备，我还需要花这么多钱做什么？所以我觉得 Proton 永远就是有这种价格战的优势它能够压到很低，然后它又是有着国产品牌、有着国产车的这个 jacket 穿上去 ，OK， 它是一个国产车，即便我们都知道它目前还是从中国 CBA 整装进口来到 Malaysia。Alright， 我们现在就为 Proton E Mark 7做一个快速的总结。那我目前知道这台车子的预计售价会是在12万马币，提供300多公里跟400多公里续航版本，然后0到100是 6.9 秒。所以这样子的配置在市场上它是有绝对的
价格优势，即便它是一个从中国 CPU 整装进口的国产车，它是一个进口的国产车 ，right？ 因为电动车目前在2025年12月31号之前，它还是能够享有免税的政策。那我知道大部分的这个马来西亚的观众都会纠结于为什么波段没有推出一个100千以下的 EV。那我很少在影片里面提到，是因为我个人觉得，其实在中国有很多车子是换算马币大概6、7万，你可以直接 import， 但是我觉得那个意义不大，因为这类型比如说 MyV 价格、Iris 价格的电动车，我觉得是没有什么意思的，因为续航里程200，续航里程100，然后上highway只可以走100，我觉得那个意义不大。然后你买来这么，它又不能够去替代你的这个主要用车，你的代步工具，它不能够替代你的 Saga， 你没有办法用 Saga 的价钱买到一个可以 replace Saga 的电动车。所以我觉得他们还是需要一个比较成熟的产品，他们还是需要一个比较能够去显示他们的品牌竞争力、品牌形象的一款车子。所以，与其说 EMA7 它的内饰行李箱空间多大它的乘坐空间多好，它的12合一的电机等等，我觉得它最大的意义就是在于 EMA7 能够很大程度的去教育马来西亚的消费者。因为波段应该是有着马来西亚第1或者第2大的销售网络，有4S 店，有3S 店，然后2S 店，有一些 sales gallery 等等。因为很多时候很多人在网上他没有驾过电动车，他也没有对电动车有很多的负面的感觉。然后很多时候不论我们怎样讲，不论我们拍了100支影片、200支影片，有时候最直接就是他走进去 showroom 的时候，那个 salesman 怎样跟他讲。所以我经常讲，越多马来西亚越多 salesman 在卖这电动车，就会有更多人对电动车消除那个敌意，就不会像以前这么排斥它。你要买你就买，你不买你就不要买，就不需要写一大堆。你没有试用过，你没有试驾过，然后你完全就是一面的往 negative 负面的方式去看待电动车。所以我觉得 EMA7 它以这个价格，至少人家还会看一下，因为你知道，当你一 set 到150千、200千，就很多人他不能够负担，然后他就会找各种理由、各种借口来去合理化他不能够负担。Right， 所以希望我那边记得 follow Instagram 快来在 Facebook page and see my next video。继续观看。43